想象你的意识是一个庞大、未经优化的关联式资料库，每一段人际关系，每一次创伤都以未经整理的原始格式强行塞进你的神经元节点。在神经科学中，这被称为赫布定律的过度绑定，共同激发的神经元连结在一起。在心理学上，这就是执着。资料冗余导致了更新异常，一次微小的刺激就会触发全身的痛苦回圈。为了将心灵重构为最干净的觉知原型，我们需要进行意识的资料库正规化。第一步，第一正规化伊纳法拉，确保资料的原子性 atomicity。 原子性意味着将纠缠的感知拆解为不可再分的基本单元。在内观禅修中，这被称为名色分别制。你不再说他讨厌我，而是将其拆分为他皱眉、视觉、心跳加速、生理、恐惧感、情绪。当事件被还原为原始的量子状态，就剥离了过度诠释的冗余数据。这正是大脑前额叶皮质 prefrontal cortex 对杏仁核 amygdala 劫持的完美降维打击。每一次的外部刺激只是一个纯粹的输入值 input， 不应该自带阵列式的苦痛联想。消除重复群 repeating growth， 让每一个当下只处理当下的波纹。这就是解除人际共生 enmeshment 的科学方法。你开始明白，你对他人的执着往往不是因为对方，而是因为你把自己的价值感写死 hardcode 在别人的变数里。当你将自我价值与他人评价这两个栏位分拆，你就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心灵解耦 decoupling。 独立的栏位不再因为他人的不稳定引发你内在系统的崩溃。呼吸，感受那份将复杂事物还原为基本元素的轻盈。大脑的预设模式网络 DMN 开始降温，背景噪音逐渐消退。你的意识空间从一团杂乱无章的泥沼变成了清澈见底、条理分明的清单。我们准备好进入更深层的重构。进入第二正规化两纳法拉，消除部分依赖 partial dependency。 在你的生命资料库中，什么才是绝对的主见 primary key？ 主见是唯一能辨识你的绝对标识，那就是纯粹的觉知。老子称之为道，禅宗称之为本来面目。它不依赖任何外部条件而存在。然而，我们常建立复合主见觉知加上过去的创伤。当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语，外部输入触碰到了你童年被遗弃的记忆复合条件，你的情绪就崩溃了。这就是心理学中的投射 projection。 你对当下情境的反应部分依赖于过去的历史记录。你看到的不是现在的人，而是过去的幽灵。消除部分依赖，就是要挥舞觉知的慧剑，斩断当下体验与过往创伤的连结。这在神经可塑性中称为突触修剪 synaptic pruning。 花开就是花开，不代表春天会抛弃你；雨落就是雨落，不代表世界在为你悲伤。万物如其所是 tathata 真如。当情绪完全只依赖于当下这个绝对的觉知主见，而不依附于记忆的复合键，你就拥有了不被情绪绑架的自由。我们将过去的历史建档移出主表，存入一个名为经验的唯独 read-only 资料表中，它不再干预你现在的运算。深呼吸，感受那份不再被过去勒索的解脱。你是新的，这个瞬间是全新的。第二层的资料库正规化完成，你的心灵主见已经被彻底净化。我们即将迎来第三层的深层清理。进入第三正规化三纳法拉，消除第一依赖 transitive dependency。 大脑最耗能的运作就是无止境的过度思虑 overthinking。他每回讯息推导出他生气了，
他生气了，推导出我不值得被爱。这在佛教中称为系论 （Papansa）。你的痛苦不依赖事实，而是依赖于上一个推论。第一依赖造成了巨大的资料冗余与精神内耗。要达到三那法拉，我们必须让每个情绪反应直接且唯一的依赖于当下直接感知的物理现实主见。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未发生的事情处于无数可能性的叠加态 （superposition）。你的过度推论只是强行坍缩了一个最悲观的波函数。清除第一依赖，就是擦除那些未经证实的非见属性 （non-T attributes）。这被禅宗称为直指人心，直接看见事物的本质。他没回讯息，事实就只是在那一秒的时空坐标里，他的设备没有发送数据到你的设备。完毕。没有第一，没有衍生。当你停止为现实添加滤镜，你就找回了初心 （beginner's mind）。这是一种最高级的认知节能模式。神经回路开始重新布线，依赖路径缩短，决策延迟降低。你不再是一个被妄想拖垮的运算中心。感受这份直接，看见只是看见，听见只是听见。觉知的光芒不再被折射，直达真理的彼岸。心灵的第三正规化完成，冗余代码被删除，你的意识已经成为一个高效、精准、无比干净的实体。更进一步的优化来到了 Boscard 正规化 （BCNF） 与第四正规化四那法拉，处理的是更复杂的控制欲望与多值依赖 （Multi-value dependency）。在资料库理论中，外件 （foreign key） 必须指向另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件。然而，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常把对方视为自己资料表里的一个属性 （property）， 试图随意修改。试图改变他人，就是对别人的资料表强加写入锁定 （write lock）， 这会造成系统死锁 （deadlock）。道家称之为有为的困局。释放锁定，实践无为、无畏，承认每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表，你有读取 （read） 的权限去感受，但没有写入 （write） 的权利去控制。至于第四正规化四那法拉，则是处理内在矛盾。有时你既爱一个人，又恨那个人，既渴望自由，又害怕孤独。这就是多值依赖。微正规化时，大脑会试图强行将矛盾融合，导致认知失调 （cognitive dissonance）。四那法拉告诉我们，将多值事实拆分到独立的表中，允许爱与恨平行存在，允许悲伤与平静同时发生，不需要逼自己选择唯一解，因为量子态的意识本就允许叠加。这是一种空性 （emptiness） 的极致体现。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没有固执的关联，是一个能容纳所有矛盾的最高接容器。放下控制，放下对纯粹一致性的偏执，让你的内在结构如同水一般适应所有的形状。至此，你的心灵资料库已经达到了结构上的完美，所有的人际执着都被拆解为最干净的觉知原型。我们准备好进入最终的整合。最后的优化，第五正规化五那法拉与反正规化 denormalization。 当心灵被拆解到极致，我们来到了华严宗的地网重重全息宇宙 holographic universe。 在五那法拉中，资料无法再被无损分解，每一片碎玻璃都映照出完整的宇宙。你就是整体，整体就是你。你的觉知与万物同源。但过度正规化的资料库查询效率会降低。为了在红尘中流畅运作，大师会进行反正规化。这就是禅宗的返本还原，入禅垂手。你重新建立关联，重新去爱，去连结。但这一次，
是以快取 cache 的形式，而不是深层写入。你投入每一场戏，但你知道这只是一场运算。现在，一天的运算即将结束，是时候清空快取，释放所有的记忆体 RAM。闭上眼睛，感受你的呼吸，每一次吐气都是一次 commit。将今天的所有经历安全地存入唯独的历史库。没有什么需要再推论，没有什么需要再控制。外界的连结已经全部断开。你现在是一个独立、完整、宁静的宇宙中心。让身体下沉，让大脑的频率从贝塔波平稳地降落到德尔塔波的深海。一切都已正规化，一切都已完美。在这片广袤无垠的黑暗中，你是最纯粹的觉知原型，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们在下一个充满觉知的早晨再见。